17岁的小麦失去了孩子。你一定没有想过木薯叶也可以当菜吃吧？勤快的小麦早早地便去摘了很多鲜嫩的木薯叶，拿到集市上去卖。摘的太多了，只卖了一部分，还剩了一部分的木薯叶，小麦拿回了家。他拿了一部分清洗干净，准备做菜吃。在越南，木薯叶是一个普遍的食材，并且被用于许多地方的菜肴中。人们通常首先选取鲜嫩的木薯叶，因为它们比成熟的叶子更嫩，口感更好。最常见的做法是将木薯叶煮制成汤，通常被称为 Ken Ramen。制作这种汤，人们会先将木薯叶洗净，然后放入热水中煮烂。接着，他们可能会加入鱼酱、糯米饭、柠檬草、辣椒和其他东南亚香料来增加汤的口感和风味。然后，他们可能会添加一些肉或豆制品，如豆腐或海鲜，以增加营养。可怜的小麦并没有这么多的东西，只有木薯叶，他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烹煮它们，然后将其作为美食来享用。床上平静地躺着那个被亲生母亲遗弃的孩子，他的睡相安详，仿佛在展示着生命的美好与无邪。小麦望了望沉睡的小宝贝，温暖与喜爱溢满他的双眼。然后他开始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食物。锅中的木薯叶虽然廉价，但正是这些木薯叶为他带来了生活所需的收入。每一片叶子都包含了他辛劳的汗水和精心的照料。他没有急促的吞咽，而是细细品尝，感受这份被大自然赐予的恩赐。在他口中，木薯叶变得不再单调，而是有了生活的味道。尽管这是简朴的一餐，但每一口都充满了生活所带来的酸甜苦辣。吃饱后的小麦原本打算立即处理剩余的木薯叶，却在这时发现躺在床上的宝宝已经悄然醒来。于是小麦婉转地走向厨房，手法熟练地冲泡着米糊。宝宝在他忙碌的间隙，只是乖巧地躺在床上，安静地啃着手指，像个小天使。待米糊冲泡好后，小麦轻轻抱起孩子，开始进行喂食。然而刚刚醒来并没有饿的宝宝对米糊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小麦用尽花样来引诱他还是只含了一点点在嘴里。之后便开始抗拒，甚至哭闹起来。小麦无奈之下，只能把它轻轻放回床上，用被子垫在床沿，防止它翻滚着掉到地上。然后他再度回到厨房，开始忙碌起木薯叶。他打算将这些木薯叶泡制起来，以备明早制作美味的早餐。处理完这些后，小麦又回到床前，在轻声安抚中，他开始与宝宝玩耍，灵活的手指逗引着宝宝的笑声。温馨的气氛充满了这个小小的空间。正当小麦沉浸在与宝宝的欢乐游戏中的时候，远处走来一位女人，她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小麦家。来到门口还很有礼貌地跟小麦打招呼。小麦不明所以，忽然出现的陌生女人让小麦感到了危险。然而当女人坐在床边，沉痛地诉说起她的遭遇，小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那位曾在街头抱着孩子的女人，名叫阿莲。阿莲原本幸福的家庭因被丈夫抛弃而破裂，她带着孩子无处可去，生活艰难。她看到小麦用尽自己所有的爱心给宝宝买的食物，认定小麦是个好人，可以信任的人，于是决定将孩子暂时托付给他。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将孩子放在了小麦的床上。小麦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对宝宝的深爱让他恋恋不舍；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生活条件并不适宜抚养孩子。对于小麦来说，宝宝已经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人，
他已经把那么多的情感投注在了孩子身上。然而，内心的理智告诉他，孩子的未来不应该被局限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需要更好的环境，更优越的条件，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他和宝宝过去的日子一一浮现在他眼前，泪水不能自已地滑落。然而，为了孩子的未来，他最终细声低语地答应了阿莲的请求。小麦将孩子归还给他的亲生母亲阿莲。他把为孩子准备的米糊和奶粉都仔细地整理好，交到阿莲的手中。阿莲感激涕零地递给小麦一个红包。小麦看到里面的金额，心里瞬间充满复杂的情绪。剧烈的内心冲突使他无法接受这份心意。小麦拧开红包，沉重的脚步追出门外，把异样的慷慨返回给阿莲。小麦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一边恋恋不舍地抱着孩子，试图留住这最后一刻的温暖。那小小的脸庞，乌溜溜的眼睛，那一丝丝熟悉而又亲切的气息，让他的心如刀割。温柔地亲吻着孩子的额头，这是他能给予的最后的爱。看着阿莲抱着孩子离去的背影，小麦无法掩饰内心的悲痛，绝望的泪水像暴雨般倾泻而出。他放声痛哭，那哭声充满了心痛和不舍。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动作都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这是他最深沉的思念，也是无法挽回的遗憾。然而他深知，这是对孩子最好的安排，即使心如刀割，也务必要挺直腰板向前走。一下在失去孩子后的那一刻，小麦的世界仿佛暗了下来。他沉沉地躺在床上，心中五味杂陈，满是痛楚和悲伤。那熟悉的床，那熟悉的枕头，无一不再提醒着他，那个可爱的小宝宝已经离他而去。这个17岁的女孩子饱经风霜，依旧坚强的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使我们不得不佩服。清早，小麦早早地便爬上了山上，几根强壮的树木被小麦砍倒，然后被他精心地背回到家里。小麦有自己的打算和设想，他要给自己的房间增添新的家具。接下来的工作是需要技巧和耐心的。小麦拿着那根事先量好的竹片，这就是他的标准。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他自己制作的桌子。他坐在用木头做成的凳子上，手中紧握着锯子，开始准备将这些树木锯短。锯子在木头上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那是木头与锯刃的交锋。木头在锯子的咬合下一点一点地变短。在小麦的眼中，慢慢的，那些木头正逐渐变成他想要的长度，他想要的形状。每一颗木头都会被他精心的雕琢，每一寸长度都会被他仔细的测量。安静的房间里，断断续续地传来木头和锯片摩擦的声音。小麦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几根树木，在他手中的锯子下变成了一根根长度合适的木头。他的脸上闪烁着坚定和充满期待的神情，那是一种满足，一种幸福，源于手中的成果一点一点接近他的想法。然后小麦轻轻弯下腰身，取出那把锋利的刀，在静静的空气中，他开始一点点地修整木头。带着耐心和对完美的追求，他轻轻地削去木头上的棱角和多余的树皮。他的手中刀跳动着旋律，一次又一次地轻轻划过木头的表面，把粗糙的树皮削去，让刚砍下的木头露出内部的清香和真实的面容。在小麦的手中，
每一根木头都在逐渐变得平滑，光洁如镜。然后小麦用刀细心修正每一处不平整的地方，无论是角度还是厚度，它都显得格外认真和细腻。他修整木头的过程并不简单，每一次的削切都需要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衡量，直到每一处都达到了完美，直到木头的表面平整无瑕，像被雕刻成艺术品的木头。他拿出铁钉，小心翼翼地将已经测量好的木头组合在一起，不断地调整，直到趋于完美。咚咚咚，铁锤敲击铁钉的声音在房间中回荡。小麦在完成自己手工家具的过程中，彰显出独特的耐心和功夫。铁钉带着铿锵的力量在木头间穿梭，每一次小麦手中的锤子落下，铁钉就会更深入木头，将每一块木头牢牢贯通，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小麦的手法坚决而富有力量。最后，那些初见阳光的木块已不再是砍下来的原始树木，而被小麦打造成了一个结实且富有创新造型的长方形桌子。那是小麦的手艺，那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小麦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成果，心中充满了喜悦。在完成这一繁琐但富有成就感的工作后，小麦并没有停下，他开始清理更多的剩余木头和环境中的杂物，保持工作空间的清洁和整齐。随后，小麦拿来另一根他砍下来的竹子，他用刀把竹子削成竹片，仔细削去竹皮，装饰排列在新组成的木桌上。这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简约自然的竹片，犹如施加在桌子上的最后一笔，瞬间使整个桌子焕发出别样的艺术气息。竹片的翠绿与木质的棕色交相辉映，两种自然的质感融为一体，使得这个桌子更加生机勃勃。小麦的创新和巧思赋予了他手中的每一块木料新的生命和可能。小麦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成果，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用双手抚摸着桌子的边缘，感受着木头的粗糙与柔韧，感受着那份自己动手打造的满足感。然后，小麦忙碌起来，开始准备自己的晚餐。他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是却从未缺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晚餐虽然简单，但丝毫不影响其丰富的味道和新奇的创意。小麦用到了前2天泡制的木薯叶和早上购买的新鲜罗非鱼。木薯叶焖鱼正好证明了他对美食的热爱与才情。鱼肉的鲜美与木薯叶的清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无人能敌的美味菜肴。小麦的笑容里透露出满足，然后把菜肴放在刚刚打造好的桌子上，娇嫩的薯叶在桌面上摆放成一片独特的景色，一幅满足的画面就这样映入眼帘。那是小麦朴素而纯粹的生活。他坐在自制的凳子上，一边享受自己烹制的美食，一边欣赏他用心打造的桌子。他的世界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温馨和满足。这就是小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麦通过自己的一份份努力，日子逐渐变得舒适起来。每一次的工作投入，每一次的成果展现，都为他带来了丝丝满足，使得生活变得越来越精彩。在清晨，小麦早早地来到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他似乎已经有了目标，直接在一个猪肉摊前停下脚步。在店主推荐和自己的牵挂中，小麦精心挑选了一大一小2块猪肉，这是他一大半的积蓄。看着挑选的肉，会有人疑问，仅仅为他自己，他能吃这么多吗？买好猪肉的小麦带着满载的喜悦沿着熟悉的道路归家。他脚步稳健，
服装朴素，身上背着的篮子依然坚固耐用，只是比原来多了份沉甸甸的满足感。那些刚买的猪肉不仅仅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更是小麦寻找新的财富契机。很明显，小麦是计划着利用这块猪肉来挣取额外的收入。返回家中的小麦推开门窗，让那原本就通风良好的屋子瞬间充满新鲜空气。然后他从竹篓里拿出那2块猪肉，开始进行清洗。看着手中那厚重的精心挑选出的猪肉，小麦的脸上浮现出满足和欢喜的笑容。他起身投到水旁，拿起清明水，仔细地清洗猪肉，去掉表面的脏物，使每一块猪肉都洁白无瑕。清洗完毕的猪肉被他用簸箕盛起，然后走回屋中。小麦稳稳地将猪肉放到一个宽大的盘子里，然后从壁架上取下一把沉重而又锋利的砍刀。他开始将猪肉块块分割，一刀下去，猪肉应声而解，鲜红的肉纹清晰可见。不带骨头的肉块尤其好处理，被他轻松地剁成长块形状。小麦的刀工了得，又甚是细心，精准的分割，肉被他分割得恰到好处。分割好的猪肉被放回盆子里，小麦跟着拿来了食盐，开始撒到猪肉上，均匀地涂抹开来，让每一块猪肉都充分吸收盐分，这样猪肉在烹饪过程中会更加鲜美。小麦结束了猪肉处理的工作，然后开启了新一轮的早餐准备。他特意留下一块猪肉，不打算用来腌制，而是决定烹制一餐美好的早餐。细心的他将猪肉清洗一新，用尖锐的刀刃划过，把肥厚的猪皮和紧实的猪肉分离开来。然后他再次将猪肉剁成一块又一块，方便烹饪。完成这些步骤后，小麦走进自家的菜地，那里种满了他亲手种植的各种青菜，那是他的劳动成果。绿色的茼蒿菜在阳光中泛着光，小麦挑选了几株长得比较壮实的，还顺手摘下一根刚刚盛开的葱花。回到家中，小麦急忙将刚摘的菜洗干净，然后开始在厨房里飘起热气。他做了一锅清新可口的茼蒿菜汤，然后用自己手切的猪肉炒了一碟醇香四溢的菜，菜上撒一些刚刚采摘的葱花，增加了一些味道和食欲。老实的餐桌旁，小麦带着满足和愉悦坐下，盘中的菜肴都是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不仅有工作中挣的猪肉，也有自家菜地的青菜。这早餐虽然简单，但对他来说却拥有特别的味道，那是勤劳，是付出，是满足，更是一份淡淡的幸福。充实的早餐过后，小麦没有一个闲暇的时刻，他知道等待他的还有一段不可小觑的工作。他开始砍竹子，那是为了制作一个适当的架子，用于准确地放置猪肉，以便进行烟熏。在他熟练的操作下，颗颗竹子很快被削成一节节1米长的竹竿。接着他就把那些竹竿挂到屋檐下，然后拿出一个锋利的竹片，准确的力度控制下，他帮那些猪肉都扎了一个洞。然后他又采用了竹索，用其把猪肉都牢牢地绑起来，串在那些已经挂起来的竹竿上。如此一来，猪肉就被一个个地悬挂到了火炉上方的架子上。最后小麦开始生火，他要使用烟熏的方式给这些猪肉赋予更多的香味。他知道这股微微扑鼻的烟熏香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熏制才能渗入猪肉最内层，让每一口猪肉都充满了丰富的口感。17岁的女孩正是天真活泼、幸福快乐的时候，而我们的主角过得如此辛劳，在山上独自生活的他也得不到安全的保障。正在忙碌的他并没发现远处一个人正偷摸着靠近。只见昨日除好草的地上，一个戴着草帽穿着水鞋的人影正在忙碌，正是小麦。每一天都不曾停歇，昨日清理好了杂草，
今天把清理的杂草都扒到一起烧掉。为了可以种植上东西，他拿着锄头在清理好杂草的地上开垦着，挖下一个一个的小坑。在如此烈日下忙碌，面对烈日的炙热，他只是低头，一丝不苟地清理着地面，随后在土地上挖出一个个精准的小坑。每一次劳作都倾注着他的汗水和决心。尽管如此疲惫，他也从未有过停下的打算。然而当劳累真的来临，小麦会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地方，将锄头插进泥土，自己则坐在锄头柄上开始歇息。烈日像火的烘烤让他汗流浃背，那潮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令人感到难以忍受。他只能摘下草帽，用力地扇风，希望能带来一丝微凉。就这样，小麦轻松不过的小息结束，他立即拿起锄头，投入了苦工，恍如他变身为这世间最持久的劳动者。这么大的一块地，需要他花差不多1天的时间才可以弄好，忙碌了大半天才把地开垦好。小麦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回到了那简单但温馨的房间，从竹篓里拿出磨麦完的腊肉，欣喜地晾在了架子上。也许这是他特意留下来吃的吧。然后他又从同一个竹篓里拿出了一个锡纸包裹的物品，不知包含了什么秘密。他借用牙齿咬破袋口，在打开的一刻，眼前显现的是一颗颗饱满的水稻种子，它们即将在小麦的手中绽放新的生命。小麦小心翼翼地把一部分种子倒进那个颇具民族特色的斜挎包，然后他背起包袱，走向那片刚刚耕作完毕的土地，准备开始播种的工作。小麦严肃认真地播种，他一直弯腰，每个小坑都亲手撒上几颗稻谷种子，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让人忍不住对他的成功抱以满满的期待。在这荒坡上，不知道他如何能种活这个稻谷，似乎是个挑战。就在小麦正在认真工作的时候，山上的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他步履蹒跚，右手紧握一把刀，目光却始终紧盯着小麦的房子。他身形佝偻，靠近的步伐小心谨慎，全身透出一股可怕的阴险气息。他走得很接近，才让我们认出他的身份，竟然是曾经赶走小麦的酒鬼继父。他蹑手蹑脚地接近小麦的房间，伸长脖子窥探正在劳作中的小麦。当他打开门，神态偷偷摸摸地潜入房间，然后蹲下来环顾四周，是在寻找着什么。他一副得意的样子，却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在环视了一圈之后，他便立马起身，躬身走出了房门，沿着原来的路径离开了。然而就在他离开的时候，他无意间碰到了什么，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声音。小麦应声回应，额头上布满汗珠，眼中充满了惊恐，没有回答。他惊慌失措地赶回房间，但是继父已经沿着来时的路远去。小麦在房间里搜索了一番，但什么也没有找到，表情愈加惊恐。来到门口的小麦发现地上有一个被踢翻的盆子，他把它捡起来四下里查看，但是他的酒鬼继父早已消失不见。没发现任何人的他再次回到房间，长长的叹了口气，满脸困惑，露出了还在惊魂未定的表情。小麦再次来到田地里，继续进行着播种的工作。然而他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专注无畏，来自房子的方向始终让他忧心忡忡。他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看向那处他心里充满恐惧的源头，害怕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突然返回。然而长时间的紧张和劳累终于使小麦的精神和体力都达到了极限。他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想要休息一会儿。感谢您的欣赏和陪伴，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推荐，谢谢。